不知夫人今宵愿与我同席共枕否？如果说姜维一计害三贤是功亏一篑，那曹操的一炮害三贤可以说是旷古烁今的神操作。一切的开始还得从苑城说起。背地小兄张绣屯兵苑城，曹操发动3路大军进发，一时间苑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背地小兄有一点慌张，决定找大汉知名乐子人贾诩商量一下咋办。张绣在贾诩背后是左3拳右3拳，转的贾诩人都要晕了。贾诩赶紧发话：将军呢，你快别转了，你搁这儿发电呢。你听我一句啊，曹公帐下文臣武将是能征善战，今天他们举大兵来发，我有一计啊，请将军静听。我当如何？贾诩表示，诸侯的第一要务是生存，刘表绝对靠不住，所以我的建议是，咱们直接投了。什么？我北地强王一枪没放就要投降，这样显得我很没面子呀。此乃时也，是也。第一请长说法，将军，咱们走不了小道，不如直接投降。张绣这个人虽然也是个武人，但是他跟他的外置大脑配合得很好，突出一个听话，一扭头就捧着信印出门投降了。曹操耀武扬威的来到张绣面前，一张嘴就是老 CPU 了。牵马引路。谢侠，谢侠。再拖！张绣一脸的不情不愿，你牵马行，你卸甲大白天不好吧？但迫于形势，张绣只能牵着曹老板的绝影走进了忠诚的苑城。在马上的曹操发出了猖狂的大笑。有句老话说了，强者就是要羞辱弱者。乐子人贾诩都闭上了眼睛。主公啊，这也太屈辱了。该说不说呀，投降的背地小熊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那一顿大酒给曹操给灌迷糊，2个侍卫扶着醉醺醺的曹操回闺房。典将军早就等半天了，一拱手就听见他这位主公的话：此城中可有妓女？典将军把2个侍卫赶跑了，然后给老板推荐了起来。典韦也知道曹老板那点小爱好，这自打曹老板看了何太后那一眼，整个查批系统就有点不太对劲儿了。典韦先是告诉老板，昨天瞅见一个妇人非常漂亮，但是是张继的媳妇儿，恐怕张绣动怒啊。你不提还好，你一提，曹老板眼睛睁就亮了。张绣怎样？一个败军之将，也配发怒？你点50个甲兵，把那妇人给我找来。去呀！是。等曹操换好了金黄色的睡衣，典将军就已经把人请过来了。该说不说，行动效率属于是拉满了。难以想象这么多的带甲之士此刻是个什么精神状态。总之，曹老板推开兵卒，得见了一位风姿绰约的妇人，着一袭白衣，言语不卑不亢，微微一扶，属于是把曹老板的查批系统给开机了。今日得见夫人，乃天幸也。不知夫人今宵愿与我同席共枕否？邹氏能有什么办法呢？妾能侍奉将军，乃三生有幸，只是久住城中，亦恐外人议论。咱这里得说，邹氏多少是带了点牺牲自己把事儿平息了的想法在里面的，这丢人的事儿。曹操此刻已经是小脑操控大脑了。没事儿，夫人，咱们到营外寨中居住即可。可你带着50甲兵把邹氏抢走了，奇耻大辱，北地枭雄怎能不怒？既然主公生气，那就轮到乐子人出马了。谁堪称是3国第一赌士？不仅一手推动了李傕郭汜乱政，还全身而退。此刻贾诩微微一笑：主公既然要复仇，你就得听我的，万万不可泄露。该说不说，咱们背地小熊在统兵作战、战略眼光这块可能有点不行，但就一点好啊，他妈的听话呀！他把耳朵凑过去，贾诩就贴在了他耳旁，一顿 ASMR 啊。隔天，张绣便找到了变种人胡车儿。那胡车儿能负500斤，日行700里，亦一人也。《三国演义》这胡车儿跟张绣许久，自然是亲信中的亲信。张绣就告诉胡车儿，我找了个借口把咱们军队屯好了，现在就安排你件事儿。胡车儿眼睛一亮，主公细说，什么事儿？张绣就说了，曹操身旁有一个人形高达叫典韦，你把他武器双戟偷了。胡车
尔跟张绣商量好了主意，隔天张绣就请典韦喝大酒，打算用酒桌文化把典韦灌醉。可典韦不仅人猛，酒量也不错，怎么喝愣是不醉，还一心想着去曹操那边护卫。等回了卧室，酒劲上来了，仰头便睡。曹操那头倒是很有情趣，跟邹氏下完了棋，还得让他弹弹琴，自己闭目欣赏，随时准备赋诗一首，属实是风雅异常。这邹氏弹着琴，张绣换好甲胄，手一抬，一声暴喝：“北地枭雄，乱世不败！”典韦顿时惊醒，来不及细想，赶紧护着主公出击。而曹操长子曹昂也把马让给老爹，跟曹安民一起断后。单说这典韦一人矗立在营门前，犹如古之恶来，夺了兵刃，做双戟死守，单人毒杀了100余名追兵，屹立营门，追兵丝毫不敢上前。而曹昂也不遑多让，坐骑让给了老爹，跟典将军沙场纵横。只听一声：“典将军，比比看谁杀敌更多。”可这敌军就好似杀不尽一般，一窝一窝的冲了进来。纵使典韦曹昂再骁勇，也只能得到败亡的结局。父亲快走，有我殿后。野风吹拂过战场，不知有没有惊扰到亡魂。曹操抬望一眼远处，不知心底是否后悔。这一战不仅损失了典韦这位古之恶来，曹操精心打造用于征讨天下的虎豹集统领曹操集团未来的继承人曹昂也战死此处。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曹操这一念之差改变了太多的历史。眼下曹操来不及感怀，收敛起了情绪，开始接受战报。曹昂、曹安民的尸体被收敛，典韦的尸体却被烧得连渣都不剩。可以说，曹操兵败如山，丢了爱马、爱侄、爱子、爱将的境遇下，于禁力挽狂澜，把张绣给打跑了，反败为胜。即便有传言他要造反，曹操也亲切地握住了于禁的手。将军百忙之中能整兵坚垒，任劳任棒，反败为胜，虽古之名将，也未能如此啊！这一波大格局，属实是把于禁心里说得暖暖的，旋即班师回营，全军休整。可是按照历史线，袁术终于在建安3年宣布大仲夏帝国成立了。玉玺在手，天下我有。曹操旋即点兵，发动了对袁术的征讨。寿春的夜孤寂且冰冷，曹营每一个将士的眼神里都写满了清澈的单纯。曹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袁术一溜烟跑了，留下一座坚城寿春。古代的攻城战，尤其是在火器不发达的大汉，那就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别说数月，哪怕是半年、1年都属正常。可曹操耗不起呀，那粮食呼啦啦的消耗，他也想学习西凉军战法，找老百姓借一点粮食。可人家老百姓也有话说呀，你们呢来晚了，大仲夏皇帝袁术早就把税收到几百年以后了，俺们都成穷鬼了。这问题要不解决，那几万大军直接就地解散，把曹老板宰了，找人换粮食都有可能。咱们要知道，大头兵当兵的夙愿就一条，但咱们曹老板是有主意的。他喊了梁桑保管员王后到帐中商议，老王同志往帐篷里一钻，心里也直突突啊。讲道理，他就是个中层，主管粮食的是顶头上司任俊，自己哪里跟曹操直面接触过？进了帐篷，就见大领导曹操张嘴就一句：“咱们跟孙策借的40万斛粮食还剩下多少了？”所剩已经不多，17万人呐。这属于是实话实说，同时也强调了一下自己工作不容易。接着曹操就开始忽悠了，你呀，先可用小胡分粮救急。领导发话了，但老王也有问题呀，你小胡分粮，士兵吃不饱，过来找俺咋整啊？那不是容易有怨气儿？这里有职场厚黑学的行业导师就可以解读了啊！这是老王能力不行，领导发话了，你要想办法解决，而不是问老板。你让老王咋解决？祈祷1键3连的兄弟们空投10万吨方便面吗？去找根本不熟的大人物借粮吗？他也办不到啊！他娘的，咱们要是老王就知道，这就是个无解的局面。曹操就是故意找一个中层顶这个锅，你问不问怎么解决，曹老板都会说这一句：我自有办法。打工人老王也没招啊，他直突突，小胡分粮也只够吃3天的。曹老板手一指，就这样吧。你这是要和朕打擂台？那大头兵是纯粹且真实的，你给他们少吃1口饭，他们就敢操刀子。士兵们闹起来了，老王急匆匆的往大老板帐篷里钻呢。老板呢，大事不好了！士兵们闹起来了。曹操不急不缓，我正想介入一物，以压众心，如千万不可吝惜。不可吝惜，不知主公欲借何物？我欲借乳头，以示众耳。老王直接亚麻呆住了。住！
我实无罪。曹操表示没事儿，我知道，我就是借你人头安慰安慰大头兵。汝死后，汝妻子我养之，汝勿虑也。接着，曹操发布了军令：王后故行小胡，盗窃官粮，按军法斩首。有了老王的人头，曹操下死令，3日内攻下寿春，不惜亲自阵前擂鼓。这一次，寿春被攻破了。曹操向城中大户借到了不少粮食，同时也搜刮了不少大众在帝国的吉祥物。同时，张绣和刘表又起战事，曹操只能班师回救许都。那么，预知后事如何？欢迎长按大拇指3秒。我们下期再见。